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有这样一个人值得你去学习，他在苹果股票只有7毛钱的时候就选择加入了这家公司，他在阿里巴巴只有30个人的时候就加入了这家公司，他后来又放弃一切到美国来重新发展，并且成为了美国的互联网公司高管，然后又华丽转身成为了著名大学的教授。这样一个华人是怎样一个神奇的存在？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 Lake Dai Lake 老师来给我们做这样一个分享。我是大舅，欢迎来到硅谷大舅频道。那首先我们有请这个 Lake 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 Lake，非常感谢Joe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进行沟通。好啊，今天真的是特别的荣幸，因为Lake老师非常的忙，所以今天呢一个很棒的机会向大家进行这样一个学习。那首先想问Lake老师的问题是，你是哪里长大的呀？你的学生时代怎么度过？一开始是怎么样对你这个人生的职业生涯埋下了种子呢？这个问题是第一次被问到。我是生在北京，然后呢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那么在2岁和14岁之间，因为父母这个工作的原因，在北方各个城市辗转，所以转过很多次学。明白。那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小时候什么样的？小的时候是个孩子王。首先呢，刚才说到这个转学这个事情，我的转学的经历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大部分人转学经历可能只能，在大学之前可能只几次而已。我小学大概是上过3到4家吧，然后呢，初中是3家，然后高中是1家。所以这个记忆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适应新环境。那就是每到一个新环境，你都成为了他们那里一个王者，什么带着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一起学，还是一起打仗？没有，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作为新生嘛，尤其是在中学期间的话，是很容易被欺负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初中的时候我就回到北京了。那么从外地到北京的学校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被欺负的。所以那么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适应环境。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经历可能也对你未来也有一些影响吧。我们等会儿会看到，就是漂泊四海的Lake老师，从小就能看出来，到各个地方都有一个极强的适应力。好，那我们就讲到你在苹果和阿里巴巴的这样一个过程。在你加入苹果的时候，苹果的股票只有7毛钱；当你加入阿里巴巴的时候，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只有30个人，对吧？那现在很多都想说，我要找到高潜力的公司。你是怎么做到在那么的时候就找到如此有潜力的公司，并且加入他们？我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其实是很少，这个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其实我很少去看，薪酬啊，或者是说公司的品牌啊等等。我其实最想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是我想找合适的产业。比如说当时从大学毕业以后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那么我其实一直就想去高科技产业。那么而且在高科技产业里面，我想做跟产品跟技术相关的职位。那么这是第一点呢。第一个就是你觉得未来的产业当中有哪些产业可能是有比较大的这种腾飞的可能的？那么90年代末的话，那个时候是比如说像苹果啊这样的高科技产业。那么到了这个将近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互联网。我当时在苹果的时候，我在工作之余的时候，是跟几个朋友当时在网易架了服务器，我们自己做聊天室和这个 BBS，然后做的还很成功。那么通过那个经历呢，当时的体验就是，其实以后人和人的沟通，呃，互联网会起到很大的这种变化，就帮助我们，人和人的沟通，不管是这个朋友之间的沟通，还是工作方面的沟通，都会是未来一个新的这种发展趋势。那么现在想想，可能觉得那当然了，是这样了哈。但是在98年、99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是属于比较早期的雏形阶段。那么主要是邮件、聊天室、BBS，就像现在这种贴吧一样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叫classify，就是分类网站，非常早期。
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产业，那么第二个呢，你看好产业以后呢，很重要的一个是在这个产业里面谁是领军人物，或者谁会有潜在的可能性成为领军人物。那么我当时是乔布斯回到苹果应该是96年的时间。那么他回到苹果96年以后呢，在96年、97年这段阶段哈，苹果其实经历一个非常非常快的转变。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我本身就是苹果迷，原来中学的时候用过苹果2，那么我对乔布斯的这个传奇也是很向往哈，当时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机会。那么回到刚才说的几个点，第一个产业，第二个是公司，第三个其实就是团队，就是这个团队是不是你自己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远景，大家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类似相似的文化和追求。那么这个就是像阿里巴巴，那么阿里巴巴当时虽然在互联网，也算是早期公司，但当时并不是最大的公司。我加入的时候，你刚刚讲到，就是我们当时在杭州总部的时候只有30多个人，全球工号是84。那么在这种小团队这种情况下，当时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就是阿里巴巴的，它的愿景，它的使命感。那么作为一个当时在杭州的公司，怎么样通过互联网帮助那么多的中小企业，改变他们的，就让他们的生意更加好做。我觉得这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愿景。那么在早期的阿里巴巴的当时的早期员工也都是分享相同的使命感和愿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工作当时很苦嘛，但是觉得苦中有乐是我实际上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最enjoy 最喜欢的一段。那我总结一下，大概讲了3点，对吧？第一个就是要看未来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不是正在一个爆发期？第二个呢，在未来趋势中，是不是有这个领头羊的这个公司的机会？第三个呢，要看这个团队的份额。那阿里巴巴当时很有使命感，这一点是打动了你。对，其实你这个当时找这2家公司作为你的职业生涯起步，而且做产品管理的话，就有点像是做风投，就投中了非常强的这个潜力股。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上扬。当然你现在也在做风投，话说我稍微跳跃一下，既然你讲到说要压中未来的这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嘛，那你作为风投来说，比如现在有人问我说，我们要向雷克老师学习，那现在2020年我要加入什么公司？雷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什么行业或什么趋势是目前你比较看好的？你现在问的是一个外部因素哈，一般别人在问我说职业怎么去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外部因素，有一个内部的因素。我们先讲外部因素哈，外部因素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产业、公司以及这个团队。那么我大概从4到5年前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个人下的注就是人工智能。因为这个行业，我认为，虽然不是现在才出现，人工智能其实这个大概从50年代、60年代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科研了，但是在近些年当中，由于数据的爆发式的增长，算法的这个增强，以及它的运算力，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个 GPU 的一些革新，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真正让人工智能应用成为可能。所以大概在你刚刚提到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教书，我当时包括教的课程就有产品管理。那么在4年前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学校建议去建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课程。那么现在我就是在教授这个课程。对，那么在投资方面的话，那我现在所在的基金里面一共有4个投资方向。那么其中有一块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软件的应用。这个就是我现在在主要看的方向。明白了。好的，那我们继续讲讲你的故事吧，如果你方便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你加入的阿里巴巴，后来讲到了你来到美国，而且能够在美国成为高管，能讲讲这段的故事吗？比如说你为什么来到美国，后来如何在美国做到高管，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其实从来没有，怎么说呢，在大学和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想过来美国。这个当时我当时大学有些同学一直在努力学英语，准备来美国，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巧的机缘。那么我加入雅虎工作一段时间呢，我当时
有一个机会，那去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去做这个产品跟技术的VP 副总裁。然后呢，当时呢，我雅虎的老板非常非常非常好。然后呢，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想看能不能在雅虎内部能够营造各种不同的这种机会吧。那么当时呢，在2003年的时候呢，雅虎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Overture，那他们是做竞价排名的这个鼻祖。那么当时只是宣布了，所以但整个的这个 acquisition 这并购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 Overture 还是一个独立的公司。那我在负责搜索的时候呢，跟 Overture 也有一些很好的这个接触，然后呢，我的老板就给我们牵线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然后呢，Overture 当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那么想建立他自己的海外业务部，尤其是开始向亚太区，比如说要建亚太大中国的办公室，要建这个日本啊、韩国呀，然后呢东南亚呀，然后呢拉美。然后我觉得呢，因为我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大中国区做的，在这之前，那么加入 Overture 呢，其实给了我一个机会。第一个呢，就是像这个会负责拉美市场啊，拉美市场，然后澳大利亚这种泛太平洋地区，完全不一样哈。对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了解不同的市场。然后另外呢，当时这个国际部的职位的话，其实跟欧洲的结合也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就没想那么多，我就来美国了。所以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从来没来过美国，第二个呢，我也没有任何亲友在美国。哇，所以基本上就是合同一签，然后呢打了一个包，大概2个星期以后就来了。哇，所以你当时把那个副总裁的职位就是不要了，然后为了这个机会，哇，对，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一个是你可以在中国公司做一个副总裁，你也可以进入到一个国际的公司，在雅虎的总部来做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吧，那你这个整个人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觉得这个东西后来对你的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比如说你未来在美国这边待的一些体验和收获，跟在中国有什么不同吗？对，这个其实你问的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在职业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外部因素，有一个内部因素。对，内部那么这个内部因素其实就是说，你做什么，你去想想你以前做的一些这个决定啊，让你觉得合适的、很好的，决定里面哪些是原动力？那每个人原动力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我当时没有离开阿里巴巴，我可能现在从财务回报来说的话，可能是在所有选择当中是最高的。但是我自己的内部的，我的内在的推动力一直就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你一直要有这种对知识不断的这种学习，然后学习新的技能。这是第一点，就是intellectual stimulation，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做这个工作当中，你是不是有一个喜悦感，就是你很喜欢。这个就包括公司啊、团队啊，你是不是跟很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很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第三点是慢慢的，我在30岁以后，慢慢觉得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做这个工作它有没有一个积极的影响，对社会有一个积极的影响，这个就是 social impact。没错。那么从这3点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财务回报不在任何这3个里面，对吧？所以对我来说的话，什么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来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可能做一些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我也就来了。做风投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以前一直在一家的在做公司，不管是给别人打工还是自己来做，那么其实你的时间和这个精力都是有限的。那风投这个角度，其实我们会用在同一个时间呢，能够帮助多家公司，和他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社会回报其实也是这样吧。比如说我现在教书也是，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在美国教书其实都是没有太多的收入的，不可能是跟基金或者是比如说去自己做 startup 这种财务回报来的多。但是其实他给我的精神回报是比任何一个工作都多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自己有的资源，然后自己的 network，把这些知识和这个经验能够带给学生，让他们以后少走一些弯路，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非常有回报的。
那么你看进来的学生因为我是只教研究生的哈，研究生大部分的学生其实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有一半的学生大概有1到3年的工作经验。那么他们进来以后呢，你能够把一些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他进来到离开的时候，他的本身的认知和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回报。没错，而且我相信能够去 CMU 读研究生的同学本身素质也是挺不错的，应该也都是值得去教的学生，你应该对他很多学生现在基本上在硅谷的所有的这个主流公司里面都有我的学生。没错，如果大家各位观众前段时间有看过我的节目的话，那么我曾经采访过郑琛，那跟郑琛一起这个发起了 Product Pub 的 Mia 就是Lake 的学生，那而且 Mia 多次的怎么样呀，也在活动上请到 Lake 老师来给 Product Pub 做活动，所以这个 Lake 老师对我们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的产品社区也是非常的支持，非常支持。好，刚才你其实回答了一个我本来想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老师？那我稍微再往回滚一点哈，就说到了刚才你为什么来美国？那后来你在美国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发展也非常的逆天，对吧？也一直做得非常好。你是如何能够在美国做到一个高管的呢？如果我没有记错，你应该是做到某个公司的 VP 了。然后呢，这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尤其是你还是就你没有在美国受过教育，你是直接从中国转到美国来的，对吧？这里面的文化差距和就更难对付了，对不对？对，开始没有，后来有了，后来我自己加了一些课程，后来我去了 USC 读了 MBA，然后还有 Stanford Computer Science。那么这些其实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开始的时候我在国内自己觉得自己英语讲的还算不错的，那么到了美国，我刚才提到2个星期通知打包来，然后进到美国，在洛杉矶过海关的时候都没听懂他们问我说的什么。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刚来什么都听不懂。对，因为正好这个你想在国内的话，你讲英语的话，可能外企里面其他的这个外国同事可能会对你来说还照顾一些，讲得慢一点。是。到这边的话，各种各样的口音都有。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做起来的？那我觉得当时第一步其实就是要适应，对吧？那么在国内肯定是相对来说已经做得很熟悉的环境，然后到了美国以后，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个第1个星期的时候，基本上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说到底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好艰难。那么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就像我讲过，我根本没有任何经历嘛。然后他们从机场把我接到这个临时的住处，然后第2天我自己要走去取车。OK，取车嘛，取车没到1个小时以后就拿了一张罚单，因为当时停到红线上了。你想我也不知道红线上它是什么意思，它也没有牌子说红线不能停，然后拿了一张$400的罚单。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第2个呢，就是我记得拿到车了以后去加油站等了半天，没有人出来给我加油，反应过来要自己加油，对吧？然后包括这个饮食也是一样，饮食当时我在没拿到车之前呢，因为到了公司以后，公司同事可以一起跟你吃中饭，晚饭要自己料理嘛。那么我当时还没有提到车，所以呢，我不敢走太远。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这个手机 map， 你都是自己打一个 MapQuest， 然后 MapQuest 打出来就这么大，你就在这个范围内找吃的啊。然后呢，当时找到一家这个看到一个路边有一个那个 truck， 就是就是那种小卡车一样的，它可以卖食品，然后是一个卖墨西哥卷的。然后呢，我去，然后他们先讲了西班牙文，然后我当然不懂了，然后他又问我要什么，我看了一下菜单，什么这个卡尼亚萨拉，什么这个卡斯蒂亚，也都不知道是什么，对吧？然后呢，我就看到旁边人有拿了一个卷，我说我就要这个。然后呢，他们说你要加这个吗？要加那个吗？我也不知道他要加什么，对吧？然后呢，guacamole 是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说 everything。对。哇，那一顿吃的我吃完就吐了。就跟我当年去那个刚来美国不久，然后去吃 Subway 有关。Subway 就是你要这个吗？要那个吗？我就说这个那个都不知道叫名字，对吧？所以对。哎呀，这是很辛苦。所以说你跟大家所有来美国的华人一样，就大家都经历过这么艰难的时期。那你后来就是怎么就脱颖而出的呢？有什么样的 insight 吗？
呃，我当时其实第一个星期就跟人讲啊，吃了罚单，然后呢吃了菜又吐了，然后再加上就七七八八的这种经历呢，当时其实还是有点气馁的。但是很快其实我当时就想到了，那既然来的话就是一个学习机会嘛，对吧？用学习的那我心态，就是一个学习的心态。那么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很好了哈。现在我觉得，你如果到湾区来的话，第一个有华人的社区，然后你有很多华人的饮食。我当时在洛杉矶，当时是04年嘛，04年，当时其实我在的公司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华人，很少很少，大概只有几个吧，就是从大陆来的华人。太不容易了。然后而且也不是跟我一个部门，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呢，我就因为当时这种公司提供了1个月的这个住所，那1个月在我到了2个星期以后，我就决定去在公司里面同事里面其他人有没有需要 roommate，然后呢，我就跟同事住在一起了，所以我当时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因为我的当时的几个 roommate 没有一个会讲中文的。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第1年的时候，他们就不停在纠正我讲英语，我也要求他们纠正我。有的时候其实很着急，你一句话都讲不完，已经被他们纠正4、5次了。但是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我觉得相当一个部分还有一个文化的融入，对吧？比如说，我以前不知道要看 Super Bowl，后来我自己也是一个橄榄球迷。那么文化呀、政治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慢慢的话，你就更了解了。那我们讲到你在美国已经做到 VP 了，但后来呢，你决定华丽转身，改做 VC 和教授，这2个机会是怎么产生的？你为什么可以去做 VC 和教授呢？没那么华丽了，就是从头再开始嘛，对吧？就像从中国到美国，就是从头再开始。那么再转行业去做老师、做 VC 也是从头再开始。那么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嘛，就我刚才说到的，你怎么样在你的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学习更多的东西，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帮助更多的公司，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那我觉得从老师也好，或者是这种，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 VC 啊，甚至 PE 啊，或者 consulting 啊，其实都是有类似的，就因为你有机会可以和多家公司去合作，对吧？机会，对对对对。我从雅虎出来以后呢，从07年到13年之间，其实跟雅虎的同事做过2家创业公司。那么在美国的同学都知道哈，就是08年、09年正好是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最困难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是 ad tech company。ad tech 就是广告技术嘛，广告技术在这个经济周期比较低迷的时候呢，其实最受冲击的。所以我们做的第1家公司死掉了，第2家公司成功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就积累了很多这个我可以叫血泪史啊，也可以叫经验啊。所以当时呢，就在这个创业的这个社区里面做了一些分享，因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么讲着讲着，后来就变成了，比如说像美国这边主要的一些这个 incubator，像500 Startup，洛杉矶最大的 Market Lab，这些我都是他们的导师。那么你反复的不停的讲产品啊，Go to Market 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主题，后来就做成了自己的课件。然后再后来的话，就跟 CMU 有了一些接触嘛。然后当时，我印象当中应该是 CMU 的学生到我的公司来，然后呢，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然后他们说你要不要过来再讲个课程？然后呢，从1次、2次到最后建自己的课件，建自己的课程。然后呢，从开始的这种辅助的课程变成了必修课，研究生必修课。那么这个中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学生对我的肯定其实也是肯定是离不开的啊，我特别感激。挺好的。这个我也想到了，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频道曾经请过的一位嘉宾 Caroline， 那 Caroline 学姐也是后来在科技工作的高管之后华丽转身，现在在 Rice 大学做这个 MBA 的教授。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做老师呢，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路径。Caroline 跟我以前是 Overshirt 的同事。
哦，还非常非常巧。对。那那个老师，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进入到 VC 行业的呢？当时你是就是 哦，对，VC 行业这个不容易哈。其实都是相关的。对，因为你想在这个孵化器里，有的时候你做导师做的时间长了以后，嗯，慢慢的很多人就变成天使投资人了，因为你可能有自己比较信任的团队，然后你喜欢的团队，然后慢慢的就从一个小额的投资这个天使投资人慢慢的做起来。那么我因为我开始做天使投资的时候，大概是在12年左右吧，11年、12年左右那个时间，到现在差不多9年的时间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只是自己一部分的钱呢，但是因为我早期投资做的还不错，所以那个时候天使投资，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10倍以上的回报啊。然后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阿里巴巴的这个上市以后，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们跟你一起投好了。所以从开始自己的钱，然后到慢慢有更多的朋友一起跟着一起去投资，所以到一定阶段了以后，就这个金额就比较大了。所以我想要么就是做一个基金嘛。明白，就相当于你的基金是说你先自己投，然后你自己募了一些钱来，这个钱很多来自于你以前的同事等等之类的。同事啊朋友会有很多人知道我早期投资做的不错的，因为有些这个又比较有名嘛，然后呢回报率也很高，所以后来我自己从来没有去募资，都是朋友想说跟我一起投。对，但是慢慢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两个还可以，后来变成十几个更多的人，然后就觉得可能做一个基金会比较合适。对。所以当时呢，我在考虑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就介绍给我现在的合伙人，说你们要不然正好他们也在融资，所以要么你们就一起把这个基金做起来。明白了啊。所以说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有兴趣做自己的这个放的话，有各种方法。方法之一就是像这个 Lake 这个老师这样，自己做投资，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天使投资的这个业绩做起来，有名气了。那有的时候不是你去募钱，而是钱会来找你。好，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个 Lake 老师整个的一个人生历程哈，从比如说他非常这个早期加入苹果，非常早期加入阿里巴巴，然后呢又直接调到美国来，然后在美国呢又成为一个高管，然后后来呢又转身成为教授和 VC，这个就挺像他。我觉得挺像你小时候的经历哈，在不断的转学，转学是吗？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是孩子王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也要去学新的东西，大家不要停止挑战，要不断挑战自己去做新的事情，并且根据外部的条件、内心的呼唤，然后去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那大家如果非常喜欢今天节目呢，记得给雷克老师也给我的节目点个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他。那在最后想问一下雷克老师，你的未来展望是什么样？你觉得未来怎么看？无限可能，因为你想，我觉得其实呢，这个就回到刚才说的，你刚才讲的这个词特别好，就是内心的呼唤是什么？我其实还是很希望不断的进行学习。我想，举个例子来说吧，我自己个人的话，本来就是对，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想考北大考古系的，然后呢，这个最后志愿没有成功哈，当时被这个父母强烈建议去投一些去学习一些这个更有怎么说呢，实践意义的这个专业去了。但是我想以后可能就是几个问题吧。第一个，我想我可能会把自己的博士读完，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可能花一些时间去学习这个人类学呀，然后这个不同的文化，这是个人兴趣方面的问题。好的，对，有意思。工作方面的话，我觉得本身这个投资这个领域，VC 也好，这个 PE 也好，都是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如果怎么说呢？有些人可能说，从外面看 VC 或者看 PE 的话，觉得是有很多光环的，或者有些人觉得VC 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过来榨取的，尤其是有人说 PE 人过来榨取的，对吧？榨取价值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同一个行业呢，它其实有可以不同的这种演绎方式，对吧？那有一个职位，然后有些人可以做的非常好，把它做成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想，你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说的话，你一直投的自己相信的产业、相信的公司、相信的这个
创始人，这个本身的经历也是非常愉悦的一个经历，对吧？没错，没错，没错。好，我觉得这个今天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雷克老师是一个非常追寻自己内心的人，他不像很多人，他是追寻财务回报呀或者别的什么的，而这样一个追寻内心的人，也同样可以在各个方面都获得成功。不是说他没有钱，其实我觉得雷克老师财务上肯定也是很成功，但是他同时还获得内心的愉悦，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吧。就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是是只有非黑即白的，你追求了财务就不可能让你开心，你追求开心你就一定是个穷困这个潦倒的人，并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去追寻自己热爱的事情。对，因为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的话，它有些肯定是可以有经济回报的，对不对？没错，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的话是要想好什么是为什么服务的，就是我不是为我的工作服务的，对不对？我不是为了我的薪水而服务，我不是为了房子来服务的。你做什么事情，你心里可以得到最大的这个满足，我觉得这一点，而且我觉得永远这些不会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衡量，没错，最大的回报永远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rewarding 的一个 process， 其实是你给出的更多，你其实得到的更多。一点没错。你看，听完了这个雷克老师讲这个话之后，现在很多小伙伴都已经蠢蠢欲动，开始写辞职信了，对吧？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们一般对嘉宾呢非常感谢嘉宾的这样的一个贡献，也希望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到嘉宾的地方。我们小伙伴们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吗？雷克老师？我相信你的观众应该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北美的华人，是吧？是的。对对对，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呢，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阶段哈。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管是这个政治环境也好，经济环境也好，可能都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多的几次，从这个各个方面的话来说，都是会感到一定的压力的。我就希望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团结起来。团结起来。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这种逆境情况下，团结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相信，就是总是这个坚持，然后希望就会来的。那么可能在现在看起来有很多的情况很糟，比如说新冠的蔓延啊、中美关系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环境以后都是一个暂时性的，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力，会过一段时间哈。但是你要相信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像高低谷一样。我自己经历过互联网的泡沫，自己经历过08年09年我们自己创业公司死掉，这些其实当时感觉都是非常难磨的，但是呢，等过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积累的阶段。所以你想想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你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积累的？不管是知识的积累，还是跟家人感情的积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的，谢谢。其实我当时想问的是，大家有什么可以帮到雷克老师的地方？但雷克老师在这种情况还是愿意怎么样分享他的观点，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 inspiration 吧，对吧？那我在这里就随便说两句了。那希望大家关注雷克老师的这个学校，对吧？卡内基梅隆大学在硅谷校区的这个软件管理硕士的学位，也关注雷克老师的这个叫 LDV 这个 venture 的风险投资。然后我知道你是关注人工智能赛道，对吧？还有什么赛道你是关注的？我主要其实就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然后呢大数据，然后呢这个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在企业软件方面。企业软件，好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很好的这个创业团队，欢迎介绍给雷克老师。包括你如果自己想创业，也可以找他。我听上去，我觉得雷克老师肯定是一个超级好的一个 mentor， 超级好的一个老师，所以找他做投资人应该是没错的，没错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尾声。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到我们这个频道的话呢，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硅谷大秀频道，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给我们点赞，然后呢，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怎么样就看到我们。如果是在哔哩上的话呢，请素质3连，感谢大家。对了，还有屏幕上有我们的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小助手。那小助手呢会扫它，可以拉你进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观众群，继续讨论，继续分享。谢谢雷克老师，那雷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再见，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